华为 P20 70 Pro 加和 Ultra 用了几天啊？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华为这款最新的影像旗舰，我们一起来挖掘一下细节。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外观、屏幕、北斗、芯片以及影像。先说外观和手感。关于镜头模组设计的争议啊，这2天好像缓和了一些。那么我再把全家哥4个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看看家族差异。Pro 和 Pro 加几乎是相同的。Pro 加呢增加了一些光之纹去提升质感，这个呢依然是我认为最好看的颜色。大家可能从屏幕上看到这个位置有点发蓝啊，是因为对面那个电视它屏幕发蓝光，我把电视关上的话它就发黑光了啊。这2个都是近似于等边三角形，对不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三角形。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小阶梯，这个小阶梯实际上下方是有硬件的，所以说它起到一个遮挡的作用。这里边呢只有 P20 70它采用的是一个平面边框以及完全平面的屏幕，所以这一点呢，它是和另外的3款不一样。Pro 加银色外观呢，依然是全系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P20 70系列要比 Mate 60系列更窄，更容易握持。一个我个人非常在意的点，就是正常握持的时候呢，食指不会被镜头所遮挡。这一点，很多1英寸安卓旗舰都不够舒适。当然了，也需要说明啊，左撇子使用 P20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吃亏。厚度上，伸缩镜头发挥出的作用，同样是1英寸主镜头传感器，这是对比 OPPO， 这是对比小米，大家就知道这枚伸缩镜头让机身减薄了多少了吧？手感可能没有参数那么具有冲击力啊，但是它是贯穿用户全天使用，是手指接触产品第1秒钟就能够传递出的体验。视频的第2部分，快速说一下显示啊 ，P20 70 2款旗舰都采用了玄武钢化昆仑玻璃，好家伙，这前缀越来越长了，峰值亮度都提升到了2500尼特。好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左边是 Mate 60 Pro， 右边是 P20 70 Ultra， 果然非常通透，非常明亮。增加了全新的动态壁纸，就是你可以任意的选择6个贴纸元素，比如说12生肖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节假日啊。选好之后，当你看到屏幕的时候，所有贴纸就会一起飞到屏幕上方啊。大家看啊，如果现在我点亮屏幕，然后我现在是向下看的，对吧？我如果现在向上看，看到了吗？他们会跟着我上去。我向下看，哎，看到了吗？向上看，双击点亮这个屏幕。大家看，我现在如果不看下边这个小格的话，它下边就不打。这时候如果我看一眼，它就打；这时候我不看上边不打，我看一眼，它就打。我如果连续看，他们2个就连续的击球，看到吗？这个有一点点像我们看网球比赛，对不对？视线去跟着网球去走，每次在击球的时候，它有一个震动。我高度怀疑这套壁纸的互动就来自于华为正在研发的头戴式设备的眼球追踪能力，通过镜头去捕捉眼神观看的方位，实现精准的点选。关于细屏提醒这个部分呢，我在开箱的时候说错了啊。哦，这次 P20 70也是支持了全天候显示屏。P20 70系列目前没有支持全天候的显示。华为的解决方案呢是通过眼神感知，就是你看屏幕的时候，屏幕会自动点亮；不看屏幕的时候呢，屏幕会熄灭。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3款机器分别是 Mate 60 Pro、P20 70 Pro 加以及 P20 70 Ultra 啊，从左到右。它们3个呢，理论上来说都是支持平时熄屏的情况下，然后我看一眼。它们3个的屏幕呢就会点亮，但是我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呢，发现，因为它们的硬件配比不同，所以说在实际的激活显像速度和效率上呢也是有差别的。我现在回头看它们，来看出这个速度差别了吗？1、2、3，回头，哎，你看。这一把呢 ，Pro 加要稍微慢一点。P20 70系列的，它们也是可以支持这个功能的，但是就是没有 Mate 60系列它们的前置双镜头响应更迅速、更精准。实际上，如果70系列能够配置双前置镜头，那真的是全面超越 Mate 系列了。但是，华为办公大楼正厅中央挂着一块遥遥领先的牌匾啊！牌匾背后呢有一份诏书，我们把这个诏书取下来，上边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传位于Mate 系列。所以说呢，这个部分 P20 就强行的被锁定在了影像旗舰的定位上。视频的第3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卫星服务啊。Pro 加和 Ultra 都支持天通和北斗双卫星服务。那这次有一个升级呢，是它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去发送图片了。而且特别好玩的是，北斗卫星它本身并不支持发送图片啊，这就相当于华为给北斗加了一个卫星新功能。那么问题来了。不支持发图片，那华为手机怎么能够通过卫星发图片呢？这个原理就是华为把照片压缩到了800个字节，800个字节相当于400个汉字这样一个信息量。它用400个汉字的这个信息量去描绘一幅照片，再通过华为的编解码
把这些信息还原成一幅图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接收的北斗图片，它其实是一张保留了色彩、轮廓，但是细节损失会比较多的照片。原图是一张8兆左右的人像照片，华为直接给这张照片压缩了300倍啊！好家伙！变成了一张27KB 的图片，虽然不够清晰，但是真的实现了通过卫星发送图片的功能。这个卫星发送图片不仅是华为手机可以接收啊，非华为的手机也可以通过短信加链接的形式接收，就是你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查看图片了。今天视频的第4部分，我们聊一聊芯片。5G 网速测了400、500、600、700、800，能不能突破900？能不能突破900？860、880、880、890。哎呀，差一点啊！上传呢，大概是控制在了100左右。游戏表现，原神帧率微微提升，功耗下降了8%，温度呢基本没有改变。王者荣耀适配升级了，就是被击败的时候，帧率会自动回落到60帧，从而实现更节省功耗的目的。实测功耗同样下降8%。日常浏览社交网站、短视频啊、长视频啊这些功耗呢有升有降，整体表现和前代变化不大。今天视频的第5部分，我们来聊聊 Pure 70系列的底牌。影像啊，我们先说 Ultra 这颗深色镜头，除了降低机器人厚度，我接着分享几个细节。第一，就是它配备了防磕碰算法，遇到障碍物会自动收缩，避免硬碰硬。第二，就是配备了抗跌落算法。3，释放，看到了吗？大家注意看啊，在这个位置，其实它的镜头就已经缩回来了。它现在已经收回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它前面会显示一个检测到手机掉落，是否需要重试？你点重试，它就又伸出来了。第3，支持防水，就是在水中也可以正常的工作。第4，它还是会进灰的啊，毕竟有缝隙就肯定有灰尘的存在。但是我使用下来呢，感觉灰尘的影响倒不是很大。接下来我结合自己的测试，回答大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网友在网上说 Ultra 这一代拍照会发黄，我对比了目前公认色彩最准确的 iPhone， 没有出现明显的偏黄情况啊。当然，如果画面中出现黄色，那么这个黄色本身的饱和度会更高一些，但是它不会影响整个照片的发黄情况。实际上，这次 Pure 70系列的颜色，我个人是很满意的。第二个问题，华为的那个闪拍啊，那不就是缩短快门速度吗？那有什么可吹的呢？首先，闪拍的理念是抓住那个瞬间，确实它和缩短快门时间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闪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缩短曝光时间啊，它的工作原理呢是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实现长短2次曝光，其中长曝光用来充分的吸收光线，通过多帧合成让背景的画质大幅提升，再同时来一次超短时间的曝光去抓拍那个高速运动的主体，再利用算法把这个主体和背景进行 AI 的合成。我们直接来看样张啊，默认模式下拍摄一张疾驰而过的这个火车小模型啊，通常是这样的，对不对？或者是这样的，就是它会糊掉嘛。但是大家看啊，当我打开闪拍模式，按下快门，我得到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你会看到火车就好像时间凝固了一样，这张照片的曝光时间只有2058分之1秒。有同学说，你看吧。这就是缩短曝光时间啊，毫无技术含量。那么我现在在同一个场景啊，我手动把曝光时间调整到2000分之1秒，差不多吧，对不对？同样一个场景，我按下快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火车的部分呢，两张的清晰度其实没有差别特别大。但是大家看房子的细节，再看这个草地的细节，你还觉得这是单纯的缩短曝光时间吗？华为闪拍的成片率极高啊，背景画面的清晰度和色彩的油润感，应该是目前我使用过的所有手机当中表现最出色的，就是在闪拍高速抓拍的这个环节上。闪拍模式可以在超广角、主镜头、长焦3颗镜头中自由切换使用。大家看这张啊 ，Charming 王子和他妈妈携手走过环球大道，背景呢是史瑞克的花车。闪拍模式下，按下快门，1600分之1秒的曝光，大家看一下这个画质，没有任何后期啊，手机能拍出这样的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的。2000分之1秒的时间，我拍摄一张过山车，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游客的面部细节全部得到了保留，这真的不是简单的调整快门时间啊，即使是光线充足的白天，大家可以看一下画质的提升也依然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走进黑夜，拍摄一张暗光环境中的旋转木马，大家可以看一下，默认模式下主镜头直接拍摄，因为旋转木马这样的速度，而且光线不足嘛，那本身就是需要延长曝光时间，这时候就导致画面糊成一片。有同学不是说缩短快门就可以拍照吗？我现在缩短快门时间
大家看一下，拍摄出来的照片是这样的。而当我打开闪拍模式，同样一个场景，再拍摄一张照片，大家对比一下这个画面细节啊，暗光环境下1/800秒，一瞬之间所捕捉到的细节。我们再看这张闪拍模式，你放大这个照片，甚至能看到这个小姐姐她用的是 Mate 50啊，对不对？再放大这里，你甚至能看到这个小姐姐她用的，也是 Mate 50，她俩可不是有安排的托啊。暗光环境中去尝试用超广角镜头拍摄，因为这颗镜头的传感器尺寸不够大，所以说在这个场景下呢，即使是使用闪拍，其实也有一些力不从心。但是如果还是只是单纯的缩短曝光时间，同样一个拍照场景，这个差距你就知道闪拍算法的化腐朽为神奇了吧？有同学问了，那么这样看的话，这闪拍模式岂不是无敌了？我以后把闪拍模式作为默认模式拍照得了。其实闪拍模式并不是无敌的存在。首先，它的后期运算时间很长，会消耗大量的算力和时间。第二，就是它对人像主体的曝光时间其实还是非常短的。就如果你拍摄的对象本身就是摆造型，它就不是一个很晃动的造型，那么闪拍的收益就会非常低了。说完闪拍，我们再看看这次长焦镜头啊。这一次的镜头排列让3颗镜头能够更好的协调工作带来了一个升级，就是长焦镜头的白平衡更加准确了。我对比一下苹果以及 Mate 60 Pro 的长焦色彩，你就会发现 Pure 70系列它长焦的色彩一致性提升非常明显。人像模式来了啊！我把我目前最喜欢的2台人像旗舰找来做一个对比，2倍人像巅峰对决。我认为好像不分伯仲吧。华为目前有个问题呢，就是它不能够前期和后期去调整光圈的大小，这个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加进来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3倍人像对决啊 ，OPPO 它的这个人像呢，视野会更广一些，放大样张看细节，这个呢 vivo 就比较吃亏了，因为 vivo X100 呢，它的长焦是一个4倍镜头，所以拍3倍的时候呢，还没有动用到那个长焦镜头，它还是通过主镜头裁切。这一组我觉得华为面部的光影处理非常好啊，就是自然明亮。vivo 呢，美颜的痕迹会略微的有一点点明显。OPPO 的发丝识别是3者中最精准的，所以这一组样张大家更喜欢哪一个更多一些呢？长焦依然是支持微距的，这个大家就可以随意发挥了。比如说去动物馆拍摄到了小蜥蜴喝水的有趣画面，比如说我还拍摄到了变色龙，好家伙，有一种那个看我眼色行事的感觉，还拍到了指甲盖大小的小虾被水流冲走的画面，在模型展拍到了非常有趣的美少女和装甲车。大家看这几张照片，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模型有多小啊！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这个模型的长宽甚至没有 Pure 70 Pro 加它的镜头模组大，所以我认为微距啊，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玩的存在。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拍得好清晰哦。是。最后我再说一下视频表现，Ultra 的视频视野呢会比 Pro 加会更广一点点啊，因为它是一个1英寸传感器，它的镜头放到了24毫米。画质上呢 ，Ultra 是要略占上风的啊，两者都比 Mate 60 Pro 系列提升巨大。今天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3款影像旗舰它们的生成式 AI 能力。我想看一看把画面中的一个人去掉，它们的效果如何。在自动模式下，只有华为将墙壁裂缝准确的还原出来，而且华为还把人物产生的阴影成功消除。OPPO 呢，生成了一个小船儿。这个我也没有理解上去啊。华为在消除人像的时候，生成的部分分辨率会比原始图片低一些，而在手动模式下 ，vivo 和 OPPO 的表现也都有所提升。华为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保持效果相同。目前手机的生成式 AI 还在起步阶段，我会在之后的视频持续更新进度。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Pure 70系列的使用感受。今年 Pure 70系列应该是我认为可能从P40系列之后，华为在影像实力真正回归的一款作品。这款产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华为对于影像的思考和理解，就是大家都有1英寸传感器，那我怎么去控制它的厚度？我默认的1倍焦段应该放在哪里？边缘模糊又应该如何去控制？特别是抓拍模式，主体和背景之间的平衡，这些取舍其实都非常考验产品研发对于用户在真实场景中的判断。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把技术发挥到极致，这是华为的优势，也是 Pure 70系列给我带来的最大惊喜。华为影像回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